面前有2颗仙丹，一颗是九转延寿丹，吃下便可长生不死；另一颗是九转避凶丹，服下则能永驻青春。而吃下仙丹的代价，则是需要支付3个狗头。我看着眼前的2颗仙丹，微微一笑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可吃下后，我发现这长生是幸福，更也是诅咒。只因吃下仙丹的我，虽然拥有无尽寿元，然而受到致命伤害，依旧会死亡。为了苟活，我成为一个四处为家的小乞丐。谁料在第2年，我就见到了一个和我一样的小乞丐，因为冲撞到了达官贵人，被活活打死。第3年，我见到一个邪修为了修炼，屠灭了一整个镇子。那邪修只是远远看了我一眼，就吓得我拼命地跑了3天3夜。至此，我才知道修仙世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即使有长生，但容易就被实力强大的人搞。因为没有灵根，自己无法修炼，所以我决定先去搞个副业。这天，我来到一个铁匠铺，老铁匠看我无依无靠，四海为家，自己也妻儿早亡，如今孤苦伶仃。老铁匠也是希望将来有个人给他养老送终，便收我做徒弟，从此安居这里。这1个月以来，自己每天都在不停地抡动铁锤，现在已经可以简单打一些普通的农具。打铁分为学徒、初级、中级、高级，在上面就是大师级，也就是炼器师了。炼器师就算是炼制一些刀剑棍棒，也比凡俗的武器要厉害很多。即便是没有修为炼器师的地位，也是凡人遥不可及的存在。春去秋来，转眼就是2年半。这天，我的炼器等级达到了大师级，我迫不及待打出一把刀出来，拿着长刀，自己能清楚地感觉出这把刀给自己的反馈：增幅2成法力，吹毛短发，削铁如泥。虽是普通凡铁打造，却能轻松切断铁器。观察的差不多后，自己把长刀放回到火中，然后直接给毁了。这2年，外面似乎不太平，村里经常出没一些神秘人，我猜测其中有很多修士秉承着低调再低调的原则，自己这段时间打的器具尽量打成凡俗品，实在是怕引起修士的注意。不过没几日，隔壁村就传来被山匪抢劫，村里人听后不由得惶恐。近几个月以来，传言平国朝廷朝政不稳，群雄割据，匪患猖獗，时常会传来某某村庄被抢的消息。我也有点怕，于是连夜打造了一把最高水平的长刀，让铁匠师傅转交给同村的一个姓陈的老头，并让其谎称是曾经的炼器师送他的，然后再让陈老头把刀转交给村里的卫兵队长，再谎称是传家宝，让他用来守卫村庄。而卫兵队的队长名叫王小宽，拿到长刀的时候那叫一个激动，并向陈老头连连保证一定能保护好村里人。果然，时间刚过去几天，土匪10几个人就浩浩荡荡地向方溪村而来，村民们纷纷躲到后山的一个山洞中，我也不例外，带着师傅躲了进来。没多久，其中一个成员就过来通报，那群土匪被队长王小宽杀得一干二净，他们可以放心出去了。等众人出去后，才看到一堆尸体，很多都是被拦腰斩断，切口光滑如镜。我和师傅没有过多惊讶，对于这个结果，2人早有预料。时间匆匆，30年转眼飞逝，自己的炼器等级稳步提升，每2年半提升1级。我忍不住查看万道长生系统面板，炼器级别已经到达了超古神级的地步。火知道古神级，金知道古神级。现在的我用凡俗材料已经可以炼制一些神器，不过我没敢，因为不知道神器会不会反噬炼器师，所以我只敢炼制一些低阶仙器。现在浑身上下的衣服就是仙器，而且因为受修为限制的原因，自己无法驾驭，所以只是起到防护作用。整理好工作台，我今天提前结束打铁，心情有些沉重地向师傅房间走去。自己知道，30多年过去，李铁牛已经80、90岁了。最近几天老是对我说一些胡话：“孩子，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就是收你做弟子，可惜我没看到你娶妻生子，给你带孩子什么的。不过我也是奇怪啊，你小子怎么一直年轻，没有变过？你是不是长生不老啊？”闻言，我只是淡淡表示：“师傅您别开玩笑了，哪有什么长生不老的？我去给你做饭。”李铁牛看着我离去的背影越来越模糊，最后直到黑了下来。等我回来之后，才发现李铁牛已经驾鹤西去，嘴角带着笑。师傅，我悲痛地叫了一声，全村上下都来到铁匠铺。我身披白布校服，向李铁牛的棺材磕了几个头。在村里人的帮助下，15天的丧事风风光光，葬礼声势浩大。安葬好李铁牛后，我自己在屋里翻找了好久，最后在一个犄角旮旯中找到了一本发黄的古书。易容术是几年前一个老乞丐来到村里售卖秘籍时我买的。是啊，我来村里30多年了，一点变化没有，这太引人注意了。这万一要是传出去，不知道会引来什么样的存在。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我准备用易容术改变外貌。打开易容术，我看了起来，紧接着书上冒出+1+1的字样。我很快找了很多材料制作道具和化妆品，然后开始给自己易容了起来。外部展现的是微微衰老的形象。又是2年半过去，这天铁匠铺外面来了一个小乞丐，一如我当年来到这里时一样。小乞丐每天都会站在外面看自己打铁。我叫住了小乞丐：“孩子，你是哪家的孩子？”小乞丐微微低头：“叔，我没有父母，也没有家。那要不这样，你拜我为师，我教你打铁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。”小乞丐犹豫了好久，最后点头同意。这天开始，铁匠铺多了一个小乞丐，我慢慢教他打铁，然后把活都交给了他。随着渐渐相处，我知道小乞丐的真名叫做叶凡，出身在一个小修仙世家，因为家族被灭，所以流落街头。随着我的育人之道提升，叫小叶凡更加得心应手。没多久，叶凡已经能独当一面，而我则是开始了养老生活，每天种菜、养猪、放牛。在我的教育下，叶凡的炼器水平竞速非常迅猛。叶凡也明白师傅应该是一个隐士高人。想到这里，叶凡不由得激动，拳头忍不住握紧。这是他的机缘，他要抓住，好为家族报仇。这天，叶凡看我倒弄了一大堆材料来工作台面，然后开始炼制。叶凡没放过这个机会，细心观看，只见我的手速飞快，火焰时常闪烁，很快一个个零件被炼制出来。轰！叶凡的脑中乍现，炼器等级直接达到了大师级，然后直接晕了过去。我不由得停下手中的动作，把叶凡弄进房间。自己的炼器等级太高，这次又是全力炼制，以叶凡现在的水平还承受不住。还好我用伪装知道遮掩一些气息，否则叶凡这个主角就挂了。或许另外一本书就太贱了。这次我是为了炼制一件超古神器，为接下来的人生做准备。为了不被反噬，我给这件神器下了禁制，不得背叛和违抗主人的命令。第2，不得对炼器师和主人产生恶念。第3，没有主人的同意，不得对凡人出手。这件超古神器的原型是一把折扇，由9根扇骨、1颗扇钉、1个扇面组成。炼制好后，我一一组合，最终成型。轰！在我不知道的地方，整个神界动荡，一条条规则涌动，无数古神、超古神大能被惊醒，纷纷掐指，不由得脸色巨变。而自己现在只是很
很累，眼皮都抬不起来，渐渐睡去。这把折扇耗费了我所有精力，本源都受损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叶凡在旁边忙前忙后，端茶倒水。叶凡，你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？叶凡一边做着事情，一边回道：该告诉我的话，师傅会告诉我的；不该告诉我的，我不敢知道。我也不管他怎么想，继续说道：其实师傅是一个道师，道师是凡界最巅峰的炼气师，可以炼制出渡劫修士都要心动的道器，每个都是修仙界巨擘。当年为师巅峰时期被奸人暗算，修为被废，只能躲在这个小山村苟延残喘，可能已经时日无多了。叶凡直接向我跪了下来：师傅，您的大恩我不敢忘，我定会常伴师傅左右。我点点头。小叶凡，你身世凄苦，当明白藏拙之道，修仙路漫漫，当以生存为第一。从今天开始，为师会教你伪装之道。时间匆匆，20年一闪而过，叶凡已经是一个中年模样，炼气等级直接达到了道师水准，而我则是一副垂垂老矣的模样，躺在床上。小叶凡，为师已经快不行了。我颤颤巍巍从枕头底下拿出一本金色的书帖，这是为师巅峰时所得，就是靠着这本炼气秘籍才达到道师的程度。你岂不比为师高？我希望你能走得很远。叶凡忙接过自己手中的金色书帖，看到上面5年炼气，3年模拟的字样，不由得一呆。叶凡连忙看向我：师傅，即便我不变，可是我已经闭上了眼睛。叶凡连忙上前，伸手一探鼻息，一声悲呼：师傅！从此后山上多了一座坟和一块碑，碑上写着家师江之墓，和对面的家师李铁牛之墓遥遥相望。苍武国境内林远村，今天一个小乞丐走进了村庄，几天后，在村民的帮助下，在林远村盖了一座小茅草屋定居下来。而这人就是连续赶路2个多月的我，在林远村化名李小牛。老白，你说在这个地方定居怎么样？我一边打扫卫生一边说着。其实在我旁边，一个白衣书生打扮的年轻男子飘在空中，手拿折扇轻轻扇动。这人只有我能看到，是超古神器的器灵，我给他取名老白。老白手中折扇一收，点头道：还可以。这里的人很热情，我觉得也不错。刚好这边有一个有名的郎中，先跟他学医。老白挥动手中的折扇，霸气的说道：不是我说，你现在赶紧修炼，只要修为达到，我分分钟带你称霸诸天万界。老白的话其实一点都不夸张，作为我的超古神器，只要自己有修为带动，分分钟无敌于世。我停下手中的火，摊摊手，我也想啊，可是我没有资质啊。老白作为超古神器，又是我思索很久炼制的，功能当然是一应俱全，自带功能储存物品当然是最基本的，而且老白的空间还能栽种活物，并且可以进行时间加速、时间暂停、时间逆流。在来的路上我就让老白试过，威力极其恐怖。不过老白说，当他出手的时候，似乎引起了某种存在的关注，这吓了我一大跳，赶紧交代老白以后不得随意出手，能关注到超古神器的存在，肯定不会低于这个等级。这要是被发现了，不知道怎么死。收拾好家里后，我带着老白向村里唯一的大夫杨青雨家走去。杨青雨对我也比较喜欢，所以在我表示要拜师之后，他也很高兴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每天跟着杨青雨学习，每天看药材书、医书，偶尔和杨青雨上山采药，或是去救治病人。我的副业也相应点亮2个：药草之道入门，医道入门。1个月后，我的医道和药草之道稳步提升，然后开始独自救治病人。闲暇会像师傅杨青雨一样上山采药。这天，我和往常一样上山采药，路上遇到一条病入膏肓的赖皮蛇。为了实验自己的医术，我救治了它。从这天开始，我上山时常能看到它的身影。这条蛇可能有灵智，记我的恩了。偶尔自己会丢一个桃子给它，没想到它居然吃。想想后我释然了，毕竟是有灵气的桃子，想必对赖皮蛇有很大的帮助。转眼又是30年，此时的茅草屋小院中，炊烟袅袅，一个用石头砌好的灶台上架着一个小鼎，这是我随意炼制的一个仙器。老白飘在空中，旁边趴着一条懒洋洋的赖皮蛇。我时常用养殖之道温养它，时不时给一颗水果。一条蛇硬生生被我养成吃素的。老白，小赖，我要开始炼丹了。距离我来到林远村已经过去30多年，自己的药草之道和医道已经达到超古神级，连同种植之道和养殖之道也达到了超古神级。积累了这么久，我其实就是为了炼丹。老白和小赖同时点头，期待地看着我。我也不废话，等丹炉预热好后，把一株灵药丢了进去。没多久，一坨黑乎乎的东西被炼制出来。果然，炼丹并不是那么容易的。还好，炼丹被点亮了，经验也增加了。离我开始炼丹已经过去30年。今天，师傅杨青雨离世了，我前去吊唁。作为徒弟，身披孝衣，在师傅去世前，我也来见过他。杨青雨张口闭口都是对我的夸赞，以及为收我这个弟子的骄傲自豪。在我刚学医没2年，周围10里8乡的病人基本都是自己在看，收到的费用大部分都分给师傅一家。用我的话来说，他孤家寡人，用不着什么钱。倒是师傅还有一家人要养，不能教了徒弟，饿死师傅。而自己的理由也很简单，把病人交给自己，也好锻炼医术。杨青雨听后也没再拒绝。现在60多年过去，我已经成为10里8乡的神医，救治了成千上万的病人。杨青雨有一个儿子叫杨成，50多了，因为是杨青雨老来得子，非常宠溺，因此养成了好吃懒做的性格，天天游手好闲，这样就苦了其媳妇和孩子。等我在灵堂磕完头，杨成连忙迎了上来：师兄，我父亲走了，你看以后医药费，我哪里会不明白他想说什么？杨庄叹了口气道：小师弟，你看我这把老骨头也快不行了，从今天开始我决定不再行医了，医药费自然也没有了。60年的医药费累计起来不是一笔小数目，足以偿还杨青雨的恩情了。杨成听了我的话后脸色有些难看，他们一家就是因为有我的医药费，日子才能过得比别人好，一旦医药费停了，那他们今后的生活会难以想象。师兄，不能我爹走了你就忘了他的恩吧？你能有今天，不都是因为我爹吗？杨成盯着我一字一句的说道。我没给他好脸色看，师傅的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，但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除了问我要钱，还给我做过什么？说完我就懒得理他，转身离去了。杨青雨的丧事没出什么纰漏，顺利进行，因为都是我出钱，所以杨成也不敢说什么。葬礼刚结束第2天，不甘心的杨成直接找上了我家，可是推开门发现我已经死去多时，浑身冰凉毫无气息。于是丧事刚结束又继续。自此林远村多了一座坟，李小牛之墓。丧葬的钱都是10里8乡的人凑的，杨成1分钱没出，我觉得好笑。他可以说养了杨成几10年，最后都不愿意给出一点丧葬费。在一个小镇中，我装成小乞丐打扮蹲在街边，前方放着一个破碗，老白飘在我身后一脸的无语。你说你一个超古神级炼气师在这里乞讨，
好，要是被别人知道了，不知道会怎么想，你懂什么？这叫小隐于野，大隐于市。老白闻言一脸不屑，我只知道你如果想要钱的话，随随便便打个铁也能维持生活吗？何至于来乞讨？如果想学东西，那你倒是修炼了。修炼的话，几亿年时间都不够用。对于资质，我一直很无奈，因为别人就算没有灵根，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吸收灵气修炼，比如炼体，比如大儒，比如化师，但是我就是不行，身体好似跟灵气有仇，根本留不住，或者说灵气对我避之不及。说着，我看了一眼街头，连忙道：“别说话，来了。”只见街头一个小老头背着一个布包，悠哉悠哉向这边走来。这老头叫齐亮夫，是这边十里八乡最有名的阴阳先生，精通看相、算命、风水以及超度，这就我接下来的目标。很快，齐亮夫走到了我前方，我连忙叫道：“老先生，行行好，别点吧。”齐亮夫下意识循着声音看了我一眼，顿时亚麻呆住了，直接走上前来，上下其手，摸了又摸，啧，不得了啊！这资质，这根骨，这面相，万年一见的奇才啊！齐亮夫盯着我，孩子，你愿不愿意拜我为师，学习算卦、看相以及阴阳风水之道？我抬头，能吃饱饭吗？齐亮夫听后不由得心疼，连忙道：“能，只要学会了，走到哪里别人都会热情招待，大鱼大肉顿顿都有。走，我带你回家，行拜师礼。”齐亮夫领着我回到家，举行了很浓重的拜师礼，我心里乐开了花，没想到计划那么顺利，伪装之道果然好用。没错，我就是用了伪装之道变化出面相和根骨，伪装成阴阳师万年一见的资质骗过了齐亮夫。齐亮夫本就孤家寡人，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，我也好奇问齐亮夫为什么不找老婆。齐亮夫告诉我，做这行的必有五弊三缺，他不是不想找，而是找不到。然后齐亮夫报了一大堆书给我，让我先看，等熟悉之后就跟着他出去学习。一转眼，我又是练习2年半，自己的风水之道已经达到了大师级。2年半，我的水平已经跟齐亮夫持平，很多时候和齐亮夫出去都是我动手。齐亮夫嘴都快笑歪了，这徒弟果然没有收错。这次有一家老人过世，2人被邀请过来做法事。我身穿道袍，手拿大锣，站在棺材最前方，前方摆放着一本经书，嘴里念一句，大锣敲几下。这种职业在民间被称为大锣先生，顾名思义就是敲大锣念经的。可以说，现在的我丧葬一条龙都可以解决了。首先医治，医不好直接做法事，顺便吹唢呐，然后看日子来了。40年，对于我这种长生者来说，根本没啥概念，但是对于凡人来说，却恍如隔世。比如齐亮夫就是，此时的他浑身干瘦，老态龙钟，正躺在床榻，表情很是祥和。小泉，为师快不行了，我们这一行什么都好，唯一不好的就是能看到自己的未来，一眼看得到底。我抹了一把眼泪，师傅，其实你错了，你总说你命中孤独，所以没找师母，但是我呢，我不就陪你走过来了，所以你根本没算准，因为你这辈子并不孤独。哈哈哈哈！齐亮夫不由得笑了起来。是啊，我这辈子不孤独，也不白活，因为我收了一个好弟子。不过遗憾的是我没有徒孙，放心，以后遇到了我会收的，我会让我们这一脉一直延续下去。齐亮夫点点头，我相信你。其实为师已经为自己看好了地，你把我埋下再收徒吧。乾隆山脉，头顶角尖，遥望豪巅。我摸着下巴想了想，是那里啊。师傅，你是想让你徒孙当皇帝啊？齐亮夫嘴角含笑，也不一定是皇帝，也有可能是道师。阴阳先生大师以上称天师，然后是代天师，在网上也叫道师，而齐亮夫只是天师水准，对他来说，大天师就是遥望而遥不可及的境界，更别说凡人之巅的道师了。而且道师在修仙界的地位也不一般。聊着聊着，齐亮夫的眼睛缓缓闭上，仿佛睡着一般。我默默拉过被子盖过头顶。齐亮夫的法事是我亲自做，地是齐亮夫自己看好的，我把它埋了下去。我之前没太关注这块地，因为没上来看过，这次上来之后才知道这块地的不一般。连绵不绝的大山延伸到此，呈朱雀玄武护卫左右，前方是一片巨大的开阔之地，在尽头有3座山，中间一座直插云霄，两边的山峰巍矮，呈青龙白虎护卫左右，这便是传说中的龙穴。春去秋来，转眼1年过去，这1年来，我经常出去，也特意关注过有阴阳先生资质的人，可惜有资质的人少之又少。这天，我躺在躺椅上闲鱼，小赖懒洋洋地趴在旁边晒太阳。这时，外面突然出来一个小孩的叫喊声：“李天师在吗？”门打开，一个瘦小的身影站在门口，看到我开门，直接跪了下来，请天师收我为徒。我看了一下来人，资质还不错，掐指算了一下，不是大奸大恶之人，却看不到未来，有天机遮眼。我也懒得动用更高级别的道去算，直接开口道：“你先起来，跟我说说你的情况，然后我再考虑收不收你。”是。来人起身随我进了屋。来人点头：“天师，我叫胡八二，来自千里之外的河边村。”胡八二开始诉说他来拜师的原因。河边村那边没有阴阳先生，去世的人他们就随便找个地方埋了。渐渐的，全村上下只剩胡八二了。我点头，这很正常，人乱埋，不知道会犯什么忌讳，普通人家哪里承受得住啊？胡八二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也是想到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，所以来拜师学习。最终我还是妥协了，收了胡八二。毕竟徒孙自有徒孙福，至于胡八二以后走什么样的路，那是他的事情，我只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就行。”拜师礼上，胡八二敬了茶，我喝了一口，我坐下，弟子加上你还有一个，你排第2。胡八二愣了一下，忙问道：“师傅，大师兄叫什么？以后遇到了我也好打招呼。”“你大师兄叫叶凡，至于以后遇不遇得到，难说。对于叶凡，我知道他是修仙之人，仙凡2格，2人以后能遇到的几率基本为0。从这天开始，胡八二开始跟着我学习，我也不倔强，能教的尽量教。在我超古神级的育人之道调教下，胡八二学习很快，才5年就达到了天师水准。这天我躺在床上，浑身上下散发着油尽灯枯的状态。徒儿，为师快不行了。胡八二抹了一把眼泪：“师傅，您别乱说。”我颤颤巍巍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张金色的书帖递给胡八二：“这是我师傅，也就是你师爷传给我的，你要好好学习，希望你能早日达到道师境界。”胡八二接过书帖正了正：“道师，师傅您太高看我了。”说完，低头看了一眼书帖，只见上面写着16字风水秘术。再抬眼时，我已经闭上了双眼。我的地早就看好，是一块顺风顺水的地，没有大灾大难，也没有大富大贵，就只是顺顺利利。胡八二在村里人的帮助下把我埋了下去，从此村里又多了一座坟，家是李小泉之墓。这一次我流浪的途中遇到苍梧国大乱，群雄割据，流匪四起，看着随处可见的难民，我心中不忍，于是用老白的空间种出很多粮食救济。可是这是国家之难，又岂是我一人能救得过来的？最终结果就是粮食被抢得一干二净，没有
有办法，自己只好招募高手保护，同时给他们炼制一些极为锋利的兵器。很快，凭借强大的武力镇压，成功让一座城安稳下来。因为有用之不尽的粮食，很多人开始来投靠，我全部收下。随着时间过去，难民不仅没有减少，反而越来越多，因为都听说来到这里最起码有饱饭吃。直到有一次，一个自称是皇子的人来到城里找到我，想要接管这座城池，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，岂有拱手让人的道理？我直接把那皇子给埋了。顿时，手下群情激愤，纷纷献策攻打别的城池。因为人太多，这个城池已经不够了。于是，我直接带领大军攻下了旁边一座城池。打着打着，我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一个雄主，手握几十万大军。有一次，城里来了一个叫黑启的人，自称是前朝将军，希望能效忠于我。几十万大军在黑启的带领下摧枯拉朽，势如破竹，一连攻下上百座城。借此，我正式称帝，地名庞武帝，史称庞国1年。庞国1年，我下令持续征战，并运用以战养战的策略攻城略地，再加上老白空间无限粮食的加持下，庞国军队战无不胜，攻略了一个一个的小国。庞国30年，庞国的地域已经辽阔无垠。10年，庞武帝驾崩，享年66岁，传位黑启的儿子。黑白，庞国进入黑白元年。总算出来了，这地宫太让人难受了。皇陵地宫上方，一个满是泥土的人影爬了出来，长舒了一口气。我不由得自语：师傅的那块地厉害呀，不知不觉就给我推成了皇帝。我的计划其实没那么早当皇帝，可自从出来后，一切都有种身不由己的感觉，总是能机缘巧合遇见一些大才之人，然后效忠于我，接着自己就被这些个能人一步一步推上了皇帝之位，一切都很顺理成章。我搞不懂啊，你好好的皇帝不当，非要跑，别的皇帝都是追求长生，主人你倒好，长生不当皇帝。老白飘在旁边，脸上带着不理解，你懂个屁，当皇帝太累了。还有，庞国太大了，已经引起修士关注，再待下去会有危险。可以说，我当上皇帝之后就一直战战兢兢的，没有敢把前世的任何治国政策带过来，也没有敢把任何科技带过来，甚至在知道自己皇帝当不长的情况下，愣是不敢留情，连后宫3000佳丽的手都没摸过，真的是亏大了。因为我也不敢确定这个修仙界有多少穿越者，毕竟我大徒弟叶凡就是一个，万一被发现了，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危险。自己只是略微用因果之道推演了一下，就出现了很多大恐怖，所以不敢去斗才是王道。老白脸上还是不理解，可是你明明可以进入我的空间，再转移到别的地方，你非要自己爬出来，我还是不理解。你不早说！我一拍脑门，想想外面有守灵的，于是又钻回了地宫。不过在临走前，我掐指算了一下，有点东西。呵呵。接着我让老白把地宫里所有陪葬品都收了，然后又亲手写了一张小字条扔在了棺材里，最后让老白从空间里调了一点东西封住刚刚钻出来的洞，这才进入空间之中。接下来我又化身书生，修琴棋书画之道。让自己没想到的是，老白很喜欢这种生活，走的时候还念念不忘。接着又进京赶考当官，修治理和建设之道。这一次我收了3弟子温平生，教授琴棋书画。又一次我参军，从底层做起，慢慢爬到大将军的位置，修满用军之道、阵法之道。这次我收了4弟子赵子江，教授阵法之道。同时，庞国皇陵200年过去，庞国衰落，此处已经荒凉。黑暗中，一个留着8字胡的中年男子穿梭而过，很快就来到皇陵前方。白天我观此处龙脉汇聚，必有大墓，没想到居然是庞国第1代皇帝的地宫。庞国第1代皇帝可是一个开挂般的传奇，从流民一步一步登上帝位，并且不断开疆扩土，创造出了庞国最辉煌的时代。传说庞武帝有一个聚宝盆，把一点粮食放进去，就会吐出无穷无尽的粮食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把神锤，可以锻造无数神兵利器。不过这只是民间传言，对于修士来说，可能就是些特殊的宝物而已。8字胡中年人想到这里，不由得激动。如果这次能得到庞武帝遗留的宝物，说不定能让自己的修为更进一步。老规矩，先算算其中因果。中年人说着，单手掐指，嘴里念念有词，算阴阳，知因果。未知，居然算不到，我貌似扛不住这个因果。中年人诧异，想了想后，眼神不由一亮，果然有大宝贝。随后，中年人在地宫一周围转了一圈，紧接着来到一处地方。如果我没看错，这里下去就是地宫入口。说着，中年人连忙从储存戒指中拿出铲子、手锤、碾子、肚兜，然后开挖。怎么这里泥土这么松散？难道已经被人捷足先登了？不管了，先挖进去看看再说。很快，中年人就挖到了地宫口，可是地宫的门早就不见了，他直接钻进了地宫之中。我靠，真被人捷足先登了！看着空空如也的地宫，中年男子心里一阵难受。好在棺椁还在，说不定还有遗漏的东西。说着，中年男子走到棺椁前方，抬手向着棺椁就是一掌下去，轰隆，整个棺盖应声飞了出去，露出了空空如也的棺椁内部。中年人脸色难看，没想到尸体都被搬走了，真是丧尽天良啊！突然，中年人突然注意到棺椁中静静躺着一张纸条，难道是绝世修仙秘法，或是庞武帝的藏宝图？中年男人脑海中闪过各种猜测，不管了，先看看再说。看着上面的字以及字迹，胡八二握着纸条的手颤抖起来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是师傅？师傅不是266年前就死了吗？庞武帝可是200年前死的。胡八二不敢联想，因为他越联想就会越觉得恐怖。没错，中年男子正是自己的二徒弟胡八二。我离开后，胡八二也离开了村子。不过他出去后刚好遇到战乱，迫于生计，胡八二只能靠盗墓勉强维持生活。有一次无意间进入了一个大墓，里面居然发现了修仙秘籍，借此胡八二走上了修仙之路。胡八二拿着纸条站在地宫中，浑身忍不住的颤抖。难道师傅便是庞武帝？想到这里，胡八二连忙摇摇头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师傅死的时候庞武帝才刚刚出生，不可能是师傅盗的。等等，死的时候刚好出生，难道师傅真是庞武帝？或者这个地宫其实蕴含诡异，我可能正处在幻境之中。想到此，胡八二连忙跑了出去，可是手上的字条还在。胡八二没有停留，一路前行，很快他就来到了曾经和师傅学习的小山村，站在了师傅李小泉的墓前。师傅，是徒儿不孝，如果您是真的死了，在天有灵，也不要怪罪徒儿啊！说着，胡八二跪下磕了几个响头，这才拿出铲子开挖。没过多久，一个棺材被挖出，200年过去，早已破败不堪。胡八二没有犹豫，一掌拍出，棺盖直接飞出，露出里面的情形，空的。
瞬间，胡八二心中的各种猜想得到证实，师傅果然是假死，他真的是庞武帝，而且还算到自己会去挖他的墓。这下子，胡八二心中师傅的形象陡然伟岸起来，师傅可能是一个大能，游历世间时被他胡八二遇到，成为弃徒弟。哈哈哈哈！我师傅是大能，而此时我正化身一只阿飘，飘在昏暗的山洞中修习鬼道。老白也飘在旁边，一脸无语的看着我。我说主人，你是有多无聊啊？不做人非要做个鬼？我摊摊手，这叫体验人生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不断变化，化魔习魔道，化妖习妖道，化身为和尚修习佛道。10万年转瞬即逝，这10万年，我除了在修习商道的时候收了5弟子惊喜之外，没再收徒。而我现在已经修满1万条大道，还没点亮的只有一个繁衍之道。不过这条道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，因为我修满1万条大道的时候，所有大道产生质变，同时突破到了创造级。我坐在山巅，我现在结合万条大道，应该能创造出属于我的灵根了吧？这就是我的终极目标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灵根，从而获得修仙资质。说着，我盘膝而坐，一条条大道汇聚而来。此时我的手掌之中，一条5颜6色的灵根形成，这条灵根独属于我，由1万条大道组成。接着我看向身旁的老白，老白，我接下来会利用炼气之道，把1万条创造级的大道打入你的本体，助你升级为创造神器，你做好准备。老白听后激动点头，我拿出老白的本体折扇，随后不断掐指，一条条大道不断打入折扇之中。在最后一条大道打出的时候，我猛然低喝道：就趁现在，斩断因果长河！轰隆，在茫茫虚界之中，一条5颜6色的河水缓缓流动，里面的各种颜色不断交织，这便是传说中的因果长河。突然，一把恐怖无边的巨型折扇猛然斩下，整条因果长河被拦腰斩断，其中一些因果直接被折扇带走。而在神界之中，几个超古神正在不断掐指，突然因果中一把折扇斩下，瞬间几大超古神猛地吐出一大口鲜血，然后纷纷疑惑：我是谁？我在哪？而此时这一番操作把我的本源耗尽，紧接着直接晕了过去。过了不知多久，迷迷糊糊间我睁开了双眼，一个平稳的声音响起：小伙子，你醒了。我猛然睁眼一看，是一个红光满面的白胡子老头。大爷你好，请问这里是清仙村，我是村里的村长，名叫吕建平，你可以叫我吕爷爷或是吕村长。老人缓缓道来，语气不急不缓：我之前上山采药途中发现你昏倒在山上，于是就把你背回来了。自此以后，我在吕建平家里住下，每天陪着吕建平，同时家里的家务活都被我包了。吕建平不仅是村长，还是村里唯一的郎中，故而吕建平很忙，白天基本都会出去。这天吕建平又出去了，我搬了条小板凳坐在院子中晒太阳。我让老白先连接世界，从而获得整个世界里所有细微动向。紧接着5颜6色的大道从老白的折扇中飞出，融入大地之中。虽然老白的这个功能早就有了，但老白说他出手的时候被位置存在关注，所以直到这次斩断了因果，才敢动用这个功能。老白把消息分为了4个板块：凡人俗事、修仙大事、世家绯闻、主人弟子之事。我开口问道：我弟子们还活着吗？毕竟离我最近收徒的时间也已经过去9万年了。老白也有些惊讶：你的弟子都各有机缘，现在都是修真界赫赫有名的人物。大弟子叶凡是钟离仙界赫赫有名的炼气仙师，修为达到了合体境界；二弟子胡八二成为了赫赫有名的阴阳仙师，修为也达到了合体境界；三弟子温平生成为了修仙界大儒，受万人敬仰，境界也是合体；四弟子赵子江成为了阵法仙师，修为也达到了合体境界；五弟子惊喜退居幕后，继续掌管主人曾经建立的五谷商会，修为达到了合体境界。老白、叶凡和胡八二在一起，正在被陈家追杀，现在躲在一处仙墓中不敢出来。这2个家伙不错，还在里面获得了别的机缘。闻言我淡淡表示，说被追杀的原因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曾经杀叶凡全家的就是这个陈家。这几万年，叶凡也杀了陈家不少人。前段时间陈家派出大成老祖追杀叶凡，我嘴角抽搐，叶凡这家伙也太没用了，报仇报了10万年，这放在小说里就是活脱脱虐主了。老白抽空空间灵气，目标锁定陈家所有老祖的修炼之地。陈家作为钟离仙界最强大的修仙世家之一，其内强大的修仙者不计其数，其中渡劫1劫的老祖就有5个，2劫老祖1个。此时的陈家正在忙碌，他们的家主惊天代起，是大喜之日，而且这是第123个切氏。这时天空中突然出现亮光，那是神。有人刚想说那是什么，但是没等话说完，天空的东西已经砸了下来。很多人临死前才看清，那是一把巨大无比的折扇，以他们无法反应的速度砸下，根本躲闪不及。轰隆隆一声巨响，整个陈家变成了废墟，弥漫着烟尘。如果能够看到里面，就会发现整个陈家除了祖地里闭关的5位渡劫老祖，已没有生命存活。而此时祖地内5位渡劫老祖盘膝而坐，嘴角都挂着血迹。那个达到渡劫2劫的老祖陈九龄惊骇地看着这一切，却生不起任何愤怒之情，有的只是恐惧。这时天空中突然传来宏大的声音：同辈之争我不管，但是却敢派人追杀我徒儿，这次略施惩戒，再有越界，本座会亲自下场。陈九龄虽然不明白其中原因，但还是趴伏跪地：前辈晚辈们错了，保证不会再有下策。随后一道光芒飞出，跨越千万里，直直飞向正追杀叶凡的大成修士。那大成修士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洞穿丹田，其中的原因直接被彻底消灭。陈忠则是陈家的一位炼虚修徒，听说今日家主内侵，连忙赶了回来。不过来到陈家原本所在的地方时，却看到了一片废墟，周围更是围满了人指指点点。说着，陈忠则看向旁边一个指指点点的人，笑问道：这谁家呀？怎么被砸了？哈哈哈，太惨了吧！那人听后意，你还不知道这是陈家呀？陈忠则顿时亚麻呆住，这不就是自己家吗？转而陈忠则面露愤怒：大胆，谁干的？那人听后鄙夷道：你这都不知道啊？听说是陈家做了什么事得罪了某个大佬，被虚空一掌拍成这样的。陈忠则听后又亚麻呆住，心中的愤怒渐渐化为了恐惧。这时废墟中传来一道洪亮的声音，陈忠则连忙运起修为向废墟中飞去。然而看到他们的脸后，顿时骇然不已，这不是只在祖宗画像上才能见到的5位老祖。陈忠则直接跪了下来，拜见5位老祖。陈九龄摆手：最近家族是不是正在派人追杀某个人？陈忠则沉思努力回想，好像有，那人好像叫叶凡，因为太过于妖孽，所以家主派大成7老祖
祖追杀。陈九龄皱眉，说来龙去脉。老祖，我也不知晓其中具体原因，我只是听说那人炼气等级达到了仙师级别，家主害怕他以后会威胁到陈家，所以才派大成老祖追杀。炼气仙师级别，陈九龄顿觉全身寒意袭来，徒弟就是仙师级别了，那位大能该是什么级别？还没等陈九龄平复下来，陈忠则又说道，他的二徒弟是阴阳仙师，这次也在我们追杀的行列中。我勒个洞！陈九龄气得直接爆了粗口。很快，随着陈家的人回来的越来越多，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渐渐清晰起来。说是10万年前，陈家有一位公子在街上强抢民女，刚好被叶家看到，于是开口阻止，两人因此起了冲突。结果就是陈家派人把叶家人灭了，接着就有了后面的事情。砰！陈九龄一巴掌拍在刚翻找出来的破烂桌子上，混账！就这么一点事情就灭人家族，害我陈家惹上那么一个大难。传令下去，把那一脉全部给我处死，并准备厚礼去向叶凡仙师道歉。如果人家不原谅，就都不用回来了，给人家跪着，跪到原谅为止。此时我正坐在小板凳上叹气，我能帮的也就那么多了。而吕建平也回来了，两人对坐在小院的桌子边，一边喝酒一边聊天。最后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开口道：“村长，我决定搬出去住。”我看出了吕建平脸上的失落。村长，我不是要走，我就是搬出去住，以后我会经常来给你做饭，也会跟着你学医，我不会忘记您的救命之恩，我会给您养老送终。吕建平听后点点头，很是欣慰。好，刚好村北有一座空着的茅屋，你先搬到那里住吧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搬到了茅草屋，村里人听说后纷纷送东西过来。对于这个村长就回来的小伙子，他们还是很喜欢的，尤其是村里的刘寡妇。接到乡亲们的东西时，我也是很感动，因为村里很穷，道路泥泞不堪，房屋破破烂烂，还会有很多村里人去摘野菜回来拌着糠蒸着吃。村里人因为常年吃不好，穿不暖，还要干着很重的农活，所以皮肤都很黑很瘦，看着像一根根黑甘蔗，都艰苦成这样了。他们还送东西过来给我，自己不敢动就怪了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把家里所有东西都炼制了一遍，什么锅碗瓢盆、水桶衣架，连烧火棍都没放过。接着自己再以这些东西为阵点，布置了一个创造级的阵法。此阵法攻防一体，神级强者来了都要饮恨当场。此时的小院已经焕然一新，这里茅屋的每一根茅草以及每一根房梁墙壁都是炼制过的神器，旁边的花花草草更是神器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每天跟随吕建平去行医，很多吕建平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都被我治好了。有次甚至把县城里一个瘫痪在床的人医治到能跑。那天跑出去后至今未归，神医之名渐渐传开。随着我的名气越来越响，来村里求医的人越来越多。这天，两男一女一行三人向清仙村走来，其中一个男人看着有些年迈，脸色也异常苍白。如果县城里有人看到他，一定认得出来，这是县城首富王继生。旁边和他有几分相似的年轻男子，则是他的小儿子王可乐。至于另外一个气质出尘的女子，则是王继生的大女儿王鹏鹏。听说是仙门归来之人，姐，就这破地方能有什么神医啊？连马车都进不来，走死我了！王可乐抱怨着，走不动就滚回去。王鹏鹏没给他好脸色看。其实王鹏鹏也不是这个弟弟有什么深仇大恨，而是回来后听说这个弟弟2年前突然性情大变，不仅脾气变得特别暴躁不说，还经常在县城里干一些奸淫掳掠之事，搞得县城里怨声载道。所以王鹏鹏现在对这个弟弟特别反感。但是王鹏鹏也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是事实，这个地方确实太穷了。试问如果一个人医术了得，怎么还会窝在这么简陋的一个小山村中呢？这次回来，他就是想尽到自己的义务，就算治不好老头子，自己也问心无愧。很快，三人就来到了清仙村，通过多方问路，总算来到了村长吕建平家里。吕建平听到是县城首富王继生来，连忙热情迎接。王继生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大善人，所以在这十里八乡很受人敬仰。几人进屋落座，王鹏鹏就开口说明了来意：村长，如果你能治好我爹，多少钱我们都愿意出。吕建平听后为难了：王小姐，不是我不愿意救啊，而是救不了啊。王鹏鹏脸色一正，连忙开口：可是我听说前段时间吕村长在县城里救治了一个瘫痪在床的人。吕建平听后恍然大悟：你说这个呀？那不是我医治的，那是我徒弟，当时我们一起的。王鹏鹏顿时无语，师傅都不行，徒弟就能行，谁信啊？王鹏鹏于是说道：那吕村长，您能不能带我们去找您徒弟看看？原本王鹏鹏以为吕建平会推脱，毕竟他都拿徒弟来当挡箭牌了。谁知吕建平很爽快：可以啊，他现在就在家，我现在就带你们过去。此时的江泉正在挖沟，因为井水满出来了，打死江泉也想不到井水会满出来。主人，你应该在井里加入空间法则，这样就不会满出来了。老白在旁边抱怨道。江泉擦了把汗，我也知道啊，不过老白，你不觉得让它流出来挺好吗？到时候我们就在旁边建造一个池塘种点荷叶，空间里面不是有挺多荷叶的吗？到时还可以养几条鱼，这样一来，我们每天坐在院子里就可以听到叮叮咚咚的泉水声了。老白的眼睛是越听越亮，连忙催促道：那你听什么还不赶紧干？江泉无语，双手一掐法诀，老白直接显现出来落在地上，接着前方丢来一把锄头，你也干。老白看着面前的锄头，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，自己没事嘴贱什么呀？不过他不能违抗江泉的命令，只能捡起锄头随江泉一起挖。很快两人就弄得一身泥，不过水沟却挖好了。江泉把捡来炼制过的鹅卵石拿过来，把小的铺在底下，大的砌在两边。当然老白也没闲着。这时外面传来脚步声和交谈声，小赖江泉连忙叫了一声。葡萄树下的小赖抬了抬眼皮，身体一阵幻化，变成了金毛狗的模样。很快敲门声响起，江泉走过去开门，只见村长吕建平带着王继生三人站在门口。村长你怎么来了？快请进。江泉没有着急问王继生他们，因为太不礼貌了。王鹏鹏随着村长他们走了进去，看到院子里面的一瞬间，他怔住了，这里好新好特殊，让人好舒服。一条白色的石板路延伸到茅屋门口，还有一头延伸到葡萄架。石板路外以及每块石板之间都种满了青草，看起来异常清新。不过有点美中不足的是，那口井外被挖了一条水渠，应该是刚挖不久，里面还铺了一些鹅卵石，挖出来的泥还堆在旁边，所以很影响美观。而且更让王鹏鹏震惊的是，这里的灵气异常浓郁，甚至比他宗门内还浓郁。这里的特殊连王可乐都感觉到，他要求那么高的人都好奇地打量着。
江泉领着众人来到葡萄树下落座。吕建平示意王继生介绍道：“小江泉，我先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县城首富王继生先生，这2位是他的儿子和女儿王鹏鹏和王可乐。”说完又示意江泉向王继生他们得意地介绍道：“这是我的徒弟江泉。”江泉向他们点头示意。王首富久仰大名，幸会幸会。小先生客气了。王继生忙回应：“王先生积德行善的大名早已传遍10里8乡，无人不敬仰。”几人客气一番，然后开始聊一些有的没的。江泉可不会开口，问他们来意，频繁地聊着，途中还给他们烧了点开水。至于茶喝，江泉哪有？其实也不是没有，只是都在空间里面没摘，摘出来又要炒。而江泉这几天那么忙，哪有时间炒？可是出奇的，江泉刚把开水端过来，王鹏鹏抢过就边吹边喝。至于嫌弃，有哪个修仙者会嫌弃灵泉烧的开水？要知道，就算在他宗门，灵泉也只有核心弟子才能定期分发一些。王鹏鹏刚刚就观察过了，那口井中不断流出来的水就是灵泉之水。果然一入口，王鹏鹏就感觉到一股精纯的灵气游遍全身，随后进入丹田，直接让他修为寸进了不少。王可乐看着大口大口喝水的王鹏鹏，疑惑问道：“姐，你没喝过水啊？”迎来的却是王鹏鹏的白眼：“你懂个屁！”王可乐无语端着水喝了一口，也没什么呀，就是有些甘甜而已。这种水我们家多的是。王鹏鹏没理会他，继续喝水，喝完又倒。江泉有些意外，心想这女的可坏了吧，一壶水都快被他喝光了。王继生见女儿一直没说话，只是在喝水，身体也有些熬不住了，只好先开口：“小仙，我们这次是来求医的，你看我这身体，我感觉已经快不行了。”其实王继生也不抱什么希望了，之所以开口是想安儿女们的心，让他们以后能问心无愧的活着。江泉喝了口水：“王先生，这病我是能治，不过你家里祖坟应该是出问题了，治好了这次下次还会出现。”王继生惊讶站起：“能治？”连王鹏鹏也停下了喝水的动作，激动地看向江泉。王可乐也有些意外，虽然这里看着比较特殊，但是他也没抱太大希望。没想到从江泉口中听到能治，不过王可乐是不信的，但是有王鹏鹏在旁边，他没敢乱说话。而吕建平则是老神在在的，他早有预料。冷静下来后，王继生忙问道：“小先生刚刚说我家祖坟出了问题，能跟我说说什么问题吗？”江泉抬手掐指算了一下，棺椁里面住了一窝蜜蜂，如果我没算错的话，是2年前住进去的。而当时王先生家肯定有人性情大变。轰隆！王继生和王鹏鹏脑海中炸响，同时转头看向王可乐。王可乐被看得浑身难受，小声嘀咕：“看我干嘛？我又没变。”王继生直接站了起来：“小先生，求您救救我王家！”王鹏鹏也同样站起来向江泉行礼。江泉连忙阻止：“别行那么大礼，这个事情好解决，你们回去后找个先生看一下日子，把祖坟挖开，把里面的蜜蜂弄掉就行。至于你的病吗？”说着，江泉从袖袍中拿出一颗晶莹剔透的果子递给王继生。王可乐嘴巴最大，这不就是葡萄吗？王继生转头瞪了他一眼，王可乐连忙闭嘴。江泉示意道：“吃了吧。”王继生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吞了下去。没过多久，王继生就感觉浑身一轻，身上的疼痛感消失了，脸色也肉眼可见的速度红润起来。反应过来的王继生直接跪了下来，感谢先生的救命之恩。江泉连忙扶起他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，这是你行善积德的福报。”江泉的话不假，若不是一直王继生是有名的大善人，江泉根本不可能救，因为王继生得的根本不是病，而是寿元将近，神仙来了也要头疼。江泉刚刚给王继生吃的真的是葡萄，只不过是空间里那棵葡萄树结的，可以增寿20年。那棵葡萄树可不简单，是江泉用种植之道温养了上千年，又在空间里面生长了10几万年，其结的果子还有很多功效，只不过王继生这个凡人发现不了罢了。旁边的王鹏鹏则是傻了，如果他没看错的话，那应该是先天灵果吧，就这么随手拿出来了。江泉几位事情也解决了，我还要见水渠就不送了，主人家都下逐客令了，他们也不好多做，停留，起身告辞离去。小江泉，我们走了。村长吕建平笑着跟江泉打了招呼，然后转身带着王继生他们走了出去。几人走在路上，王继生开口感谢道：“吕村长，感谢你带我们来找小先生，回头我一定让人准备厚礼送过来。”吕建平摆摆手：“不用不用，你们愿意给村里修路，我已经很开心了，不用给我准备什么礼。”刚刚临出门前问及诊费，江泉一开始推辞说不要，不过王继生他们一再坚持，最终江泉说了一句：“你们来的路上也发现村里的路不好走。”这下王继生他们明白了，于是点头同意。和吕建平分开后，王继生3人出了村。鹏鹏，你是不是看出了点什么？知女莫若父，王继生怎么会看不出王鹏鹏的前后变化？王鹏鹏沉默了一下，开口：“爹，我只能说这人我们得罪不起。用我们那个世界的话来说，他应该是一个大能。”王继生点点头，表示知道。王鹏鹏他们那个世界不就是修仙界吗？用他们的话说都是大能，那他们在那人面前算什么？蚂蚁都不如。回去之后，王继生立马命人找风水先生看日子，刚巧第2天就是一个不错的日子，于是第2天王继生就带人挖开了家里的祖坟。其实没挖之前大家就看出来了，因为外面有蜜蜂进出，开棺后众人更是惊了一跳，整个棺盖上密密麻麻的都是蜂巢，无数蜜蜂飞舞在空中，看起来异常壮观。王鹏鹏盯着这个场面，心里特别震撼，真的是这么回事，太准了吧！而且看这蜜蜂的数量，2年的时间没跑了，王鹏鹏心里更加确定，那位先生是一位隐世大能，修为最起码金丹期。王鹏鹏可不会傻傻的把这件事禀报宗门，没必要，反而会招来那位前辈的反感。与其如此，不如想办法跟那人打好关系。别的不说，光是在那里喝水都是大机缘。王家的事情很顺利，只是把蜜蜂清理了，接着重新埋下。不过见效也很快，才2天过去，王可乐就变了个人，不仅脾气变回了之前的样子，还去找被他欺负过的人道歉，积极赔偿。这下这件事瞬间在周围乡镇传开了，再加上王家正派人修建清仙村的路，这下事情更加确定。这下子江泉不仅懂医术，还懂风水，会算命的事情传开了。接着陆陆续续有人来找江泉，不过江泉也不是谁都帮，除了村里的其他人的一概推脱。这天王鹏鹏带着王可乐一起前来江泉家里，同时还带来了很多贵重礼品。我的意思是你们把路修好就行，不用特意来感谢我。王鹏鹏前辈，这是我们该做的，您收下就是。对了，前辈有水吗？一路走过来我有点口渴了。
旁边的王可乐无语，你是几辈子没喝过水了？一来这里就喝水。江泉，我去给你烧。王鹏鹏摆摆手，不用，我喜欢喝凉的。说着，王鹏鹏直接走向水井旁。几天过去，水渠早就修好了，底下和两边都铺好了鹅卵石，两边种满了青草。水渠的尽头是一个小池塘，清澈见底，底下同样铺好了鹅卵石，而小院中又增添了几棵树，更添了几分清新脱俗。来到水井边，王鹏鹏拿起水瓢，刚想舀水，瞬间一股身体相连的顺畅感传来，仿佛水瓢变成身体的一部分。王鹏鹏整个人都被震得不好了，这特么水瓢都是灵气啊，而且品级特别高，要不要这么好啊？不过王鹏鹏不敢表现出异样，怕引起江泉的不满，赶紧舀了一大瓢，咕嘟咕嘟喝了起来。喝完后又来一瓢，直到肚子喝得鼓鼓的罢休。回到葡萄架下，迎来的是王可乐嫌弃的表情。王鹏鹏顿时有些不好意思，不过让他心安的是江泉全程带微笑，没有表现出异样，这让王鹏鹏安心不少。呵呵，先生家的水真甜，一时没忍住。王鹏鹏笑着掩饰尴尬，先生那个水瓢真好葫芦做的吧？不知先生能否割爱，我愿意出临时还。其实王鹏鹏也没抱什么希望，毕竟那可是品级不低的灵气，怎么可能卖给他？谁知江泉点点头，一个水瓢而已，拿去就是。不过别说是在我这里拿的就行，对于江泉来说，这种东西都是随手炼制的烂大街的东西。江泉其实在王鹏鹏的命格里面看到即将到来的劫难，水瓢给他就给他了，反正人死了也会回来的。至于他拿着这个水瓢能发挥出多少实力，能不能度过那劫难，就看他自己了。毕竟神器也不是那么好操控的。王鹏鹏听后激动异常，赶忙跑过去拿起水瓢抱在怀中，那样子就像抱老公一样。王可乐则是一脸嫌弃，感觉今天就不该带这个姐姐过来。但是现实是他今天是求着王鹏鹏带他过来的。王鹏鹏又聊了一些有的没的后就告辞离去了。接下来的日子江泉很少出去行医了，因为大部分都找上门来。江泉也不倔强，能治的都治。这天一个穿着破烂皮肤黝黑的小孩来到江泉家门口，不过小孩犹犹豫豫的看样子有些拘谨，最终小孩咬咬牙，仿佛下定了决心一般走上前去敲了敲门。很快门打开，江泉站在门内一脸疑惑，小黑子你怎么来了？有什么事吗？这个小孩江泉认识，姓蔡名旭旭，因为皮肤比较黑，所以别人都叫他小黑子。小黑子蔡旭旭犹豫了好一会才开口道，江泉哥能不能帮我看看我妹妹的病，可是我没钱。可以啊，好说，我们现在就去吧。江泉很是爽快，转身进去拿衣箱。小黑子有些傻眼，这就答应了，我还没开始煽情呢。小黑子家里情况村里都知道，父亲早亡，母亲忍受不了抛下小黑子和他妹妹蔡铁锤走了，而且妹妹蔡铁锤还得了一种怪病，常年不能见光，于是生活的重担就落到了蔡旭旭小小的肩膀上，甚是可怜。很快江泉和蔡旭旭来到他家，只见昏暗的房间中放着一张用破烂棉絮铺成的床上，躺着一个皮包骨的小女孩。两人进来后，女孩抬起了虚弱的双眼看向他们，两眼无神，仿佛对生活失去了希望。江泉看得心揪疼，不过他也没有内疚，早点过来治，毕竟病人千万，他没有义务一个一个治，他也治不过来。蔡旭旭来到床前，握住蔡铁锤的手，妹妹我回来了。蔡铁锤语气虚弱，哥你别白费心思，放弃我吧，我不想再拖累你了。蔡旭旭没事的妹妹，我这次把江泉哥哥请来了，他医术高明，一定能治好你的。蔡铁锤摇摇头没说话，双眼无神的盯着屋顶，显然没抱什么希望。江泉走上前去，先把脉，随后惊叹，这个并不常见，江泉哥能治吗？蔡旭旭连忙问到，脸上写满了焦急。江泉点点头，这个治起来也简单。随后又解释到，你妹妹的这个病是因为身体中缺少某种抗体元素，所以受不得阳光，这种病也被称为吸血鬼病。吸血鬼是什么？蔡旭旭和蔡铁锤同时看向江泉，眼里充满好奇。而吸血鬼就是像蝙蝠一样夜晚出行受不了阳光的东西，这种病也不是很严重，不过因为常年不见阳光，再加上营养跟不上，所以导致蔡铁锤的身体异常虚弱，而且因为长期待在家里，蔡铁锤还产生了一些心理疾病。江泉边整理衣箱一边说，你回头跟我一起去我家里拿药。蔡旭旭低着头，江泉哥谢谢你，连同蔡铁锤也转头虚弱开口，谢谢江泉哥哥。江泉伸手摸了摸蔡旭旭的头，好了以后好好生活，挣钱报答我。蔡旭旭紧握拳头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回到家里，江泉取出空间里面存的灵米做了饭，又去摘了些菜做好，然后盛了2大碗递给蔡旭旭，随后把配好的药挂在他脖子上。小黑子，你妹妹急需营养，你先把饭拿去给她吃，然后再熬药给她喝。蔡旭旭看着2大碗香喷喷的米饭，眼睛顿时红了。江泉哥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接下来几天，江泉每天都会给小黑子做饭，同时会给一副药。几天后，蔡铁锤恢复得很快，已经不惧怕阳光了。再加上这几天江泉每天的饭菜人也精神了很多。今天两人提着刚在河里抓的鱼向江泉家里而来，而此时江泉正和老白下棋，只见老白两眼通红，脸上写满了扭曲。江泉一抬手，他就会怒目圆瞪，卧槽，你怎么能这么瞎？不过我承认阁下确实很强，但当我使出这招天地大同时，不知阁下又该如何应对？说着，老白手握一子敲击在棋盘之上，顿时整个棋盘上的棋子直接跳了起来，瞬间乱作一团。江泉看着他特别无语，这就是江泉不喜欢跟老白下棋的原因，这就是一个臭棋篓子，不仅下棋的时候脾气特别臭，一旦发现下不过，还喜欢使用天地大同这招毁棋盘。天地大同原本是只很牛逼的招式，硬生生被这老小子用成了烂招。江泉，你说你下不过就下不过，干嘛了这是？输不起啊！老白怒目圆睁，说谁下不过了？谁输不起了？有本事再来一盘！被臭棋篓子不来了，江泉叹了一口气。老白依然喋喋不休，说谁臭棋篓子了？不行，必须再来一盘！这次我要使用天魔大化，看你又该如何应对。江泉刚想说话，这时敲门声响起，江泉如同大赦，赶紧过去开门。小黑子、铁锤妹妹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小黑子蔡旭旭把手上的鱼递给江泉，江泉哥，我们家也没什么，这是刚刚在河里抓的鱼给你吃。江泉推辞，不用，你们留着自己吃。小黑子坚持，同时有些不好意思低头。江泉哥，你先收着吧，其实这次我们过来还有事求你。这样啊，江泉只好接过鱼，领着两人进门。一进去，蔡铁锤就被小院里面的景致惊呆了，这地方好舒服，好清新。相比于蔡铁锤的震惊与好奇，小黑子却是见怪不怪，他也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了，尤其是近段时间他更是天天往这里跑。但是小黑子第一次进来的时候也被狠狠地震撼了一把。江泉领着两人在葡萄架下坐下，随后去给两人烧了开水。小黑子没喝，而是
是直接开口：“江泉哥，我能不能跟你学习医术？我想挣钱报答您，但是我什么都不会。”江泉为难了：“小黑子法不可轻传，你懂吗？”江泉自己什么实力自己知道，他不可能胡乱教别人东西的，他不是大冤种。小黑子听后一脸失落，旁边的蔡铁锤眼睛更是红了。他和哥哥好难了，都怪自己拖累了哥哥。江泉连忙道：“我的意思是，先观察后拜师，再教你东西啊。”两小孩同时抬起头来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江泉拿了一本草木药书丢给蔡旭旭：“你先拿回去背，全部背熟，到时候我再考你。”蔡旭旭又为难了：“可是我不识字啊。”江泉扶额：“行吧，那你明天过来，我教你其他的。”第二天一早，蔡旭旭很早就过来了。江泉背起背篓，丢了一把锄头给蔡旭旭：“走吧，小黑子，我教你种地，如果你能坚持下来，我就收你为徒。”蔡旭旭错愕地拿着锄头：“种地？江泉哥，我会种地的呀。”江泉扛着锄头：“你会个屁，这里面学问大着呢，走吧。”好吧，蔡旭旭虽然心有不服，但还是老老实实跟上。现在时间正是春耕时节，而吕建平经常出门行医，所以把所有田地都交给江泉去种，毕竟到时候要交粮税的。于是江泉把空间里的玉米种子拿出来把地种了。至于田打田太麻烦了，也种玉米好了。来到地里，江泉一边挖一边下种子，一边给小黑子讲解要领。小黑子一开始还不以为意，自认为比江泉都有经验，可是听着听着他开始感觉不对劲，因为有些点是他也不知道的，比如肥料，比如挖坑深度，比如埋土厚度，这些看似不重要的小细节，都是将来影响作物成长的重要因素。慢慢的，蔡旭旭开始沉醉其中，不过是真累啊！才一上午，蔡旭旭就累得不行，上气不接下气的，手上还磨起了水泡。按道理来说，他平时也重点，身体经常锻炼，不应该那么累才对的。主要是江泉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而且还在不断的催促他，有时候搞得他手忙脚乱的。其实江泉是为了看看蔡旭旭的毅力，所以特意给他弄了一把普通锄头，而他手上的嘛，古神级的神器锄头，挖一天不仅不会累，还会更有精神。等太阳落山，两人这才扛起锄头往回走，而蔡旭旭走路的腿都在抖。走快点，你赶紧去叫铁锤来家里吃饭。江泉不忘催促道。小黑子连忙打起精神，飞一般的冲了出去，不过却一瘸一拐的。回到家里，江泉做了一桌子菜，小黑子和蔡铁锤过来帮忙端菜。一开动，两兄妹就开始狼吞虎咽起来。江泉夹了一口菜，忍不住说道：“慢点吃。”蔡铁锤嘴里包着饭：“江泉哥哥做的饭菜太好吃，我们忍不住。”这几天蔡铁锤能恢复那么快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吃了江泉做的饭菜，实在是太美味了。而且蔡铁锤感觉吃了江泉做的饭菜以后，精神头特别好。吃完饭，三人开始聊了起来，途中也聊到蔡铁锤名字的由来。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蔡铁锤出生的时候太瘦小，又体弱多病的，于是他爸妈就给他取名铁锤，希望他的命能像铁锤那么硬，平平安安长大。聊着聊着，小黑子蔡旭旭就靠在旁边柱子上睡着了。江泉把他搬到茅屋的一个空房间睡觉，而蔡铁锤则是和小赖玩了一会，然后就回家了。接下来几天，小黑子蔡旭旭每天都会跟着江泉去种地，途中不免被村里其他人看见，都有过问询。小黑子每次都如实回答，听得村里人哈哈大笑。江泉医术没得说，至于这种地嘛，肯定没我们这些老家伙懂的。你莫不是被江泉骗去帮他种地吧？蔡旭旭听后紧握锄头反驳道：“才不是呢，江泉哥种地很厉害的，我已经决定拜他为师了，你们这些老家伙等着瞧吧。”小黑子的话顿时引起一片哄笑。几天下来，江泉把田地全部种好，然后告诉小黑子：“你已经通过我的考核，你愿意拜我为师吗？”小黑子听后连忙点头：“江泉哥，我愿意。”江泉一笑：“还叫哥呢？已经加倍了。”师傅，小黑子忙叫了一声。当天晚上，江泉就举行了拜师礼，端着小黑子敬的茶，江泉开口道：“在你之前，我一共收了5位弟子，大弟子叶凡，二弟子胡八二，三弟子温平生，四弟子赵子江，五弟子金喜，你排行老6。”小黑子听后惊讶：“我有5个师兄，我是老6，那我师兄他们呢？我怎么没见过？”江泉摆摆手，以后会有机会见到的。接着江泉拿了很多玉米种子给小黑子，并让他尽快把自家地种好，随后还给了他一把锄头。小黑子连忙答应。接下来的几天时间，小黑子把自家的地全部种好，而江泉又给了他一个任务：开荒种果树。这天小黑子正在山上开荒，此时的他更黑了几分。小黑子，锄头借我用一下，我发现一株草药没有锄头。这时一个老大叔跑了过来，小黑子认识他，名叫吕大东，平时小黑子都叫他大东叔，他也没拒绝把锄头递给对方。没几天，小黑子蔡旭旭已经把他家的山开荒种上了果树。今天蔡旭旭来到了江泉家，因为今天江泉说要教他别的东西。来到小院的时候，江泉已经起床，正在漱口。师傅，蔡旭旭连忙上前：“江泉，你来了，等一下就好。”很快，江泉洗漱完毕。小黑子，今天为师教你一套拳法，为师命给他命名为坤拳。江泉站在草坪上对蔡旭旭道：“可是师傅，我学这个有什么用？我又不打架。”蔡旭旭不懂得问道。江泉：“傻小子，为师知道你很乖，不喜欢惹事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有人欺负你妹妹的时候，你该怎么办？”蔡旭旭整个人愣住了，随后眼睛慢慢睁大：“对啊，师傅，我要跟你学，我要保护妹妹。”江泉点点头：“好看好啊。”说着，江泉一个大鹏展翅一跃而起，接着肩膀不断顶动，左顶顶右顶顶，接着一个大鹏展翅，接着一掌一掌往地上拍，一套打完收工。江泉看向蔡旭旭：“看清楚了吗？”蔡旭旭：“师傅，我怎么感觉这个拳法有点羞耻呢？我可不可以不练？”江泉：“没事啊，不过当你看到你妹妹被人欺负，你只能在旁边无能为力，而且那些人还会把你按住，让你看着妹妹一直被欺负。”别说了，蔡旭旭连忙道：“我练，我一定要强大起来。”江泉这才点点头，如此可教也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蔡旭旭不断练着坤拳。他和江泉看不到的是，蔡旭旭每次练拳，周边的灵气就会涌入他的身体。玄阴谷今日空前盛况，因为今天是宗门大比，排名靠前的人不仅能得到大比的奖励，还能提升宗门内的地位。王鹏鹏抱着水瓢站在人群中，脸上洋溢着激动：“我的瓢，我们总算等到了。”这次的目标内门弟子。欢庆过后，宗门弟子开始上场。随着一个个弟子比完，王鹏鹏握着水瓢的手越来越紧。这不是王鹏鹏师妹吗？拿这个水瓢干嘛？砸一弟子还没做够吗？
要不我禀告师门，让你从做杂役弟子好了。这时旁边一个女子走了过来，边有边说道。女子穿着华贵，手拿一柄玉剑，看起来仙气飘飘，不过脸上却透着尖酸刻薄。这人叫于巧霞，跟王鹏鹏同时入门，一开始同是杂役弟子，不过后来于巧霞仗着自己有点美色，于是用身体跟内门弟子交易，不仅提前几个月时间成为外门弟子，还获得了不少资源。所以每次见面，于巧霞总是会有无尽的优越感，经常出言嘲讽王鹏鹏。王鹏鹏可不会惯着他，关你屁事！别让我在擂台赛遇见你，否则我撕烂你的嘴！于巧霞捂嘴一笑，妹妹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到时候就知道了。说着举起了手上的玉剑，这是刘师兄送我的，是一把法器级别的玉剑，还是吴宗师炼制的，希望到时候你那破水瓢能挡得住。王鹏鹏刚想反驳，突然发现怀中的瓢在不断抖动，他好像很激动，或者说他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。看着王鹏鹏不说话，于巧霞以为他怕了，轻蔑的笑了一声，看向擂台。这时擂台赛传主持长老的声音，第20场王鹏鹏对战于巧霞，请2位弟子上台。听到长老的声音，王鹏鹏瞬间明白了于巧霞刚刚话里的意思，于是下意识看向于巧霞，正好看到于巧霞那得意的嘴脸。不过也好，等会看我不撕烂你的嘴。王鹏鹏低语一声，走向擂台。很快两人站定，于巧霞一脸得意，师妹，别说师姐欺负你，我让你先出手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王鹏鹏也不废话，举起水瓢。但是下面细心的弟子发现，王鹏鹏握着水瓢的手在颤抖，仿佛是因为害怕。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，颤抖的不是王鹏鹏的手，而是那水瓢，因为他很激动。而此时王鹏鹏已经握着水瓢跑向于巧霞，同时手上的水瓢挥出。此时的于巧霞感觉不妙，连忙举起玉剑迎击，不仿佛泡泡破碎的声音响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王鹏鹏的水瓢被玉剑戳破。但是下方的弟子一个个瞪大了双眼，眼里写着不可置信，怎么可能？观战的几个长老直接站起身来，表情同样带着不可置信，因为在水瓢和玉剑接触的一瞬间，整把玉剑直接化为了粉末，随风飘扬，而水瓢去势不减，继续向于巧霞拍去。于巧霞惊骇，她想逃，但是身体仿佛被某种力量禁锢，怎么也动不了。更让于巧霞惊骇莫名的是，她居然把脸凑了上去，啪一声脆响，于巧霞的脸和水瓢来了一个亲密接触。惨叫声中，于巧霞整个人被拍飞出去，直接飞出擂台，砰！于巧霞死狗一般摔在台下，痛苦的挣扎了几下。比赛结束，王鹏鹏获胜。主持的长老不敢置信的说道，底下的弟子和众长老都呆住了，他们在想，究竟是王鹏鹏太强，还是于巧霞太弱？没人觉得是那水瓢的功劳，因为看起来太普通了，那就是个平平无奇的水瓢而已，只不过是因为他在王鹏鹏手中而已。王鹏鹏怎么还不下台？主持的长老看王鹏鹏还愣愣地站在那里，于是开口提醒了一声。王鹏鹏转身下台，所有面对他的弟子都看到他激动得发红的脸蛋，都以为他是因为赢得比试而激动，殊不知王鹏鹏是因为水瓢的强大而激动。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，王鹏鹏刚刚使用水瓢时才发现，水瓢有些增幅灵力的恐怖能力，至于具体能增幅多少，王鹏鹏也说不上来。刚刚他明明只用了1/10不到的灵力，就发挥出恐怖的一击。还有王鹏鹏感觉水瓢似乎有某种锁定的功能，但是刚刚战斗结束太快，没有具体感受，所以无法确定。随后王鹏鹏陆续上台，跟他对上的对手没人能抗住一条。很快王鹏鹏直接凭借炼气5层的实力过关斩将，包括后面遇到的炼气5层、6层、7层的对手都没能抗住他一击，一直到后面8强战，面对炼气9层的对手也同样如此。最后的决战也毫无悬念，王鹏鹏夺得了第1名。自此王鹏鹏成为内门弟子，也多了一个外号玄阴嫖客。江泉的小院中，小赖躺在葡萄树下晒太阳，老白惬意地躺在葡萄架下睡觉，而江泉正在和蔡旭旭一起练昆拳。江泉一边练还一边唱鸡妮太美。东东这时敲门声传来，小黑子去开门。江泉一边走向葡萄架一边说道，好的师傅。蔡旭旭连忙跑了过去打开了门。大东书门那边传来蔡旭旭诧异的声音。没一会，蔡旭旭领着吕大东来到江泉面前，大东老哥你这是？江泉诧异地看着吕大东怀里抱着的铁块，吕大东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，江泉兄弟，我这次来是想请你帮我打一把锄头。自从上次借蔡旭旭的锄头用过之后，吕大东回去再用自家锄头就感觉怎么用怎么不得劲，这几天他也试着换一把新的，但是还是不得劲。这时他想起蔡旭旭说他的锄头是江泉给的，于是就过来看看。江泉老哥怎么知道我会打铁？吕大东摸摸脑袋，把那天借锄头的事说了一遍。吕大东，你看能帮我打一把吗？江泉可以是可以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吕大东忙问什么要求？不能带出村。吕大东忙点头，好好保证不带出去。江泉指了指地上，那你把铁放在那边，等明天过来拿吧。吕大东连连点头，好好好。第二天一早，吕大东就跑过来拿锄头，江泉早就炼制好了递给了他。吕大东拿着锄头看了又看，不停抚摸，如果只看他的表情，都以为他在抚摸他的婆娘呢。这锄头太美了，就是这个感觉。江泉大东老哥记得我们的约定。吕大东连忙点头同意，我一定不会带出村。让江泉没想到的是，吕大东每次遇到村里人都会吹嘘他的锄头，结果村里都知道江泉会打铁，还打得特别好，于是纷纷找上门来，什么锄头、镰刀、铁锅、锅铲都找江泉打。这一忙江泉忙了3个月，总算把村里人的铁器都打完了。今天江泉种下去的玉米黄壳了，可以收获了。村里很多人都过来帮忙，让人惊讶的是，江泉种的玉米收成异常好，一株收6、7包，而且个大均匀。要知道他们自己种的玉米最多2包，第2包还特别小。想当初他们还嘲讽江泉只是医术好不会种，这次直接狠狠地打他们脸了。神奇之处不仅如此，平时摘玉米会感觉身上痒，这次不仅没有，反而感觉待在玉米地里特舒服。收获期间，江泉用收获的玉米给他们做饭，帮忙的人吃了后惊为天人，不仅好吃，而且使人精神充沛，干一天的活也不觉得累。收完江泉的，大家又帮忙把小黑子蔡旭旭家的也收了。忙完的江泉把一大半玉米都搬到了村长吕建平家里。这时江泉才发现吕建平腿摔伤了。江泉一直以为吕建平忙，所以没叫他帮忙收玉米，没想到是摔伤腿了。村长腿摔伤了怎么不跟我说？江泉满脸担忧，正在给吕建平把脉。吕建平脸色苍白，看起来异常憔悴。没事的小江泉，不过最近不能出去行医了，还有也很难给村里解决问题了。小江泉，我思来想去，要不这村长的位置我让给你做吧，我这把老骨头恐怕活不了多久了。江泉摇摇头，这怎么行？
恐怕村里人不会同意的。吕建平笑了笑，没事的，其实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，今天开始你就是清仙村的村长了。江泉拿过衣箱，从里面拿出一个桃子，那些晚点再说，你赶紧把这个吃了。吕建平笑了笑得很开心，还是小江泉懂我，知道我不喜欢吃药，喜欢吃水果。江泉去把桃子洗了一下，然后递给吕建平吃。这颗桃子是之前空间里面的桃树结的，能够增寿3万年，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功效。那棵桃树也还活着，现在种在江泉院子中。吕建平吃得很认真，边吃边流泪。没想到啊，我这把老骨头了，还有一个人陪着我照顾我，现在死都值了。江泉哪来那么多感慨？等好起来再找个伴，生个10个8个的不就有罢了？哈哈哈哈！吕建平大笑起来。小江泉，你总是喜欢跟我开玩笑。江泉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他们说话的功夫，村里每家的代表都过来了。江泉扶起吕建平来到院子中，吕建平向大家宣布把村长的位置让给江泉。大家只是议论了一下，并没有什么意见，有些甚至表示支持。毕竟江泉在村里还是有几分威望的，医术好，会算命、看风水，会种地，会打铁。从今日开始，江泉成为了清仙村的新村长。江泉站在众人面前，大家放心，我会好好做好这个村长的。你们以后遇到问题就来找我吧。众人表示可以，然后江泉就让他们散了。江泉他们没走多久，吕建平躺在床上，突然就发现腿不疼了，而且之前经常疼痛的腰椎关节都好了。吕建平蹭的一下跳了起来，然后整个人都傻眼了，我什么时候变得那么灵活了？吕建平猛然想起江泉给他吃的桃子，赶紧打开门向江泉家奔去。这一下他验证了，他真变灵活了。吕建平的速度很快，像风一般。村里其他老家伙看到后直摇头，老吕这家伙不要命了，跑那么快不怕骨头散架了？对啊，可能他自暴自弃了吧。另一个老家伙点头道，你自暴自弃能跑那么快？你跑一个给我看看，我就说说。很快吕建平就推开了江泉家的院门，正好看到江泉在泡脚。村长你怎么来了？江泉诧异抬头，吕建平打量着院子中，发现院子中布置了很多发光的东西，五颜六色的，很是漂亮。还有江泉做的葡萄架下，也有一个发光的东西把整个葡萄架下照得通明。吕建平指了指发光的东西，这些是什么？江泉，这个叫灯，晚上照明用的。吕建平你在干什么？江泉指了指脚下的水盆泡脚了。村长要不要也来一盆很舒服的？吕建平怎么可能？我从来不泡，舒服。吕建平双脚泡在盆中，往后面的靠背上一靠，舒服的不行。江泉村长，你大晚上来我家不会是来泡脚吧？吕建平头都不想抬起来，当然不是，我就是想问问你给我吃的那个是什么桃子？江泉理所当然地道，水蜜桃啊。吕建平直接坐了起来，怎么可能？我的腿伤突然就好了，而且之前落下的病也好了，我还感觉我现在特别灵活，健步如飞。吕建平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。江泉摆摆手，村长你就别想那么多，你就当你吃的是一个普通的桃子好了。吕建平仔细想了一下，懂了。江泉的意思是让他不要声张。吕建平，那你总得给我说我还能活多久吧？还有我是不是会返老还童？江泉不多也就500来年吧，也不会返老还童，顶多回到18岁的时候。江泉不敢直接说3万年，怕吓到吕建平，还是说少一点好了。什么500多年？能回到18岁？吕建平傻眼了，同时心里开始激动起来。我就知道你小子不是普通人。吕建平重新靠了回去。不，我还是普通人。江泉实话实说，应该是修仙界传说中的大能吧？江泉摇头一笑，没再说话。第二天一早，吕建平离开了清仙村，跟村里人说的是他要出去闯荡一番。村里那些老家伙听后无语，都这么大年纪了还闯荡你妹啊！临走前，江泉送了一双鞋子给吕建平。一大早，江泉就被外面的声音吵醒，很快敲门声响起，咚咚咚。